先讲结论，除非你跟我一样对希腊文化有着极深的热爱，否则我不建议任何人来到希腊进行交换。在这部影片里面，我会先告诉大家我遇到了什么问题，然后再跟大家说，如果大家还是执意要来希腊的话，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开我所遇到的这些问题。我是台大第2批到希腊交换的同学之一，那因为希腊本身不是一个热门的留学选项，所以网络上的资料很少。再加上我是第2批，所以很多东西都只能靠我自己摸索而来。当然我也希望未来的学弟妹有机会找到任何可能的解决方法。故事是这样的，我在收到雅典大学的入学通知之后，我就寄信去希腊驻东京大使馆问学生签证的事情。为什么是东京？因为台湾没有他妈的大使馆。他们的回复是办签证需要1到3个月的时间，而且需要实体跑2趟日本去面谈跟取件。我的入学通知是在7月中的时候收到的，但是雅典大学9月底就要开学了，这意味着我在拿到入学通知的当下就要立刻把所有资料寄到大使馆去，并且随时做好飞日本的准备，并且在我拿到签证的隔天，我就差不多要飞去希腊了。实务上不可行，理论上我们也办不了。因为大使馆有跟我们要求希腊这边的学费收据，但因为我们是交换学生，所以我们只有缴交台大的学杂费，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一步就被卡住了。我们当然有跟大使馆反映这个问题，他给我们的回复是我们可以先用免签入境，之后再去申请居留证。好，你要想象我们还没有踏入希腊领土，所以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是完全不可能知道希腊的行政是怎么运作的。对我们来说，大使馆的说法就代表着一种官方立场，所以我们当然是相信他，所以我们就先用免签入境了。希腊的学生居留有2种，学生跟机动学生。好，然后这2个都不是我应该申请的，因为机动学生是设计给欧盟成员国的人，也就是说你需要有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居留证才可以申请。然后学生则是设计给学位生，就是那种你要读2年4年拿学位的人，而不是交换生。但我后来还是先申请了学生居留，然后他要求我要有学生签证。顺带一提，希腊居留证的申请网站只有希腊文没有英文。你要不猜猜看，会申请居留证的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缴费的部分也非常复杂，希腊的缴费网站叫做 e-Badavolo。那因为我不是希腊人，所以我没有他们的税务号码 AFIMI， 所以其实我花了非常多时间在研究里面有 AFIMI 的时候要怎么操作 e-Badavolo。好，反正后来我就顺利缴完费，并且被要求补件。他要求我要出示学生签证、学费收据，还有希腊文能力证明。这3项都不是交换学生所要求的东西。收到补件通知之后，我没有马上补件，而是先约了按指纹，因为我想着到现场之后可以把问题问清楚。按指纹要带照片，但是他们只收 USB 照片，所以我去旁边照相馆重新拍了一张。接下来要交15欧的费用，但是他们官员也不跟我收，而是叫我回到照相馆去缴费。这时候问题来了，因为我没有 AFIMI， 所以我不能直接缴。他帮我印了缴费单之后，我还要跑一趟邮局，然后我跑了2间邮局才缴到，因为第1间邮局他搬家了。然后其实这一切流程都可以用 e-Badavolo 解决，所以大家未来不要跟我犯一样错。后来按完指纹，我就顺便问那边的官员所有的问题，然后他们讨论了一阵子之后，告诉我说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只负责按指纹，然后给了我一个 email 让我去问，但那个 email 从来没有回过我。后来等了一段时间，我还是没有收到回复，所以我就把我有的所有文件跟理由当成补件交上去。后来结果就是被拒签。他跟我说的是我的申请类别错误，应该是参与特殊计划。然后他在信中也有提到，他其实可以自动帮我转类别，但是因为我没有学生签证，所以他就自动帮我拒签。这时候我的免签90天已经到期了。然后呢，我就问了另外2个跟我一起来雅典交换的学生，问他们有通信过的所有信箱，然后直接寄了一封信给所有人，结果没有任何人有回复我。后来我实在等不下去了，我就亲自杀去移民局问。移民局门口站着一个保全跟律师，他们会讲英文，然后我跟他们一顿解释之后，他们就打电话给官员，然后我就到侧门去见了官员。然后呢，官员不会讲英文，我们一阵讨论之后呢，他们又继续讨论的结论就是我需要签证，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地址让我去那边办签证。后来我到了 Bileas 的权力下放管理局，他看了所有我准备的资料之后呢，跟我说签证只能在国外办，所以我要先离开希腊才可以办签证。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90天已经到了，
如果我这样离开希腊，我就不能再回来了，因为我已经逾期居留了。然后就跟我说，叫我去问边境警察，我可能会被罚款，也可能不会。但我觉得很好笑，他的逻辑就是，只要我这辈子不离开希腊，我可以在这里非法居留到死，因为边检管不到，然后他也不想管。我其实也有寄信给雅典大学的国际处跟台湾驻希腊代表处。雅典大学国际处的回复是，居留证是政府行政的事宜，然后我们学校是学术单位，所以干涉不了。然后台湾驻希腊办事处的说法是，他们回复的是我在出国前已经查过的免签规定，然后告诉我说建议我先取得居留证再入境，但我根本还没进到希腊，我办不了居留证。然后呢，我已经是非法居留状态了，他们就只是告诉我不要非法居留而已。后来我真的穷途末路了，所以我就直接寄信给警察局，然后跟他们说明我的所有情况，希望他们可以给我一点 mercy， 但一样我从来没有收到过回信。后来我实在等不下去了，所以我就订了1月14号的机票离开希腊，而且尽可能的找到机场，预留关小黑屋的时间。结果呢，在我出关的时候，那个移民官在跟我隔壁的阿姨聊天，所以他连看都没看，直接盖章放我走了。所以应该算是我幸运，但未来欧盟的 EES 跟 ETIAS 上线之后，你护照一刷，电脑会自动帮你算期限，所以未来的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只有我一个人沦落到了居留证被拒签的地步，其他人要么还没被要求补件，要么刚被要求补件就已经离开希腊了。原因是因为我租屋处的行政区其实不在雅典市，而是在 Bileas。那边的移民 case 不像雅典市那么多，所以他们审核上会比较快。一般的情况是，你在离开希腊的时候，护照一刷会显示你的居留证申请中，这时候移民官依旧会放你走。但在我的情况里面，因为我已经被拒签了，所以移民官理论上是可以算我非法居留的，但我算侥幸逃过一劫。不论如何，还是寄信问问看大使馆，并且意志坚定的坚持要办签证，不要听信他们的说法。然后居留证的部分真的只能用拖延战术了，你要确保你在离开希腊的当下，居留证还没有被拒签，而是在申请中的状态，这样你就算是合法的。所以请不要交换1年，这个风险太大了。然后雅典以外的大学也不要去。最后就是不要住在 Bileas。所以如果你在租房网站上面看到行政区写 Korydallos、Nigea、Bileas、Trapezona 或者是 Agioioannis 跟 Renti 都不要住。老实说，如果让我重选一次，我还是会选希腊。其实当初交换学生填志愿的时候，我就只有填这一间。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边的历史、生活感还有怀旧感，我也很珍惜在这边遇到的所有人跟发生的所有事情。这些东西就很像星星一样，非法居留就很像月亮一样。月亮虽然会抢走一部分星星的光芒，但是星星还是一如既往的亮。但诚实的说，希腊行政是真的烂，有时候会在 Threads 上看到大家抱怨法国跟意大利的行政，但他们顶多是让你不方便。可是，在希腊你是真的会变成非法移民的。有一次我在吃饭的时候，我看到窗户外面有警察在拦路人证件，当下我其实超级害怕，我很害怕我就这样被遣返了。但希腊行政就是 N 个人可以生出2N 种规则，但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故事就是这样，希望这个故事可以帮助到未来所有想要来希腊交换的人，毕竟网络上的资讯真的很少。